我妈把舅舅的私生子丢给我养，美其名曰一家人应该互相帮助，我可不想当德华，一口回绝。没想到我妈居然道德绑架我，我反手拨通赶报警电话，我要举报有人遗弃婴儿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阿昭，这是你舅舅的孩子小明，放你这养几天。我一睁眼就看到家门口放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，身上还有一张我妈写的纸条。打量一下现在的情况，我突然意识到我重生了，重生回一切开始的原点。杀人凶手还没来得及长大，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再来一次。这一次我要让害我的人全都付出代价，我要从源头上掐断一家子吸血鬼贴上来的机会。所以现在直接反手就是一个报警的大动作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我举报有人遗弃婴儿，还想要我做冤大头替他们养孩子，做梦！把纸条撕碎丢掉，再大声叫来左邻右舍，我要把事情闹大，闹得人尽皆知，他们可为我作证。这孩子和我毫无关系，我就是个遵纪守法、路见不平的好公民而已。反正我没看到有什么纸条，就是有人存心遗弃婴儿，正巧丢在我门口罢了。哎呦，这么小的孩子都舍得扔，造孽哦！爹妈不想要生他干嘛？小昭啊，还得是你好心肠哦。等警察来了，这孩子应该就没事了吧？邻居们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这事，人都爱凑热闹。才没一会儿，我家门口就聚集了超多人，所有人都是这起遗弃案件的目击证人。等到了派出所，还会有记录的档案，不管是未来10年还是20年、30年，都会有人知道丢弃他的是他的父母，而我只是一个善良的好心人。我看着襁褓中还未知事的孩子，心里暗嘲：你不是说我养你是有所图谋吗？不是说是我害你和父母分离吗？我倒要你看看，到底是谁不要的你，又到底是谁居心叵测呢？警察很快出警，我和一众叔叔阿姨们一起去了派出所。都不用我多说，他们叽叽喳喳的就已经把事情来龙去脉交代个清楚。事情也非常好查，只要看看小区门口的监控就一目了然。孩子的襁褓就是明显的证据。他们很快就找来我妈，我妈一到派出所就火急火燎地冲着我大骂：你发什么疯啊？我都说了放你这养几天罢了，干嘛要报警？还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一旁的热心阿姨们就叉着腰对上去：你丢孩子还有理了？就是随随便便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丢在别人家门口，要是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警察同志，你说他不会是故意碰瓷的吧？现场一片混乱，我妈看情况不对，试图与我沟通，我却施施然坐在外头的椅子上，看着他被警察带进去审问。他哪经历过这场面，都不用多加询问就全招了。他声称那孩子是我的亲表弟，只不过这几天孩子爸妈没空，才寄养到我那里。既然是寄养，为什么鬼鬼祟祟丢在门口就走了？我有留纸条的，纸条在哪里？我妈愣住了，就是我写的纸条，放在孩子身上啊。阿昭不可能没看见。警察同志听后出来问我，但同时里面仍没放下对他的怀疑。那为什么不直接进门去把孩子给他？你不是他亲妈吗？我笃定他不敢说实话，因为他和我舅舅早就打好如意算盘，要我出于同情主动把照顾孩子的事情接过去。他分明就是故意丢在我门口的，他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而我在外头一听到有纸条，就不解地皱起眉头。什么纸条？我没见过呀。你妈声称她在孩子身上放了告诉你的纸条，我真没见过。一旁叔叔阿姨们再次挺身而出，一起点点头，肯定我说的是实话。是啊，是啊，小昭一看见就喊人了。我们都没看见有什么纸条。对呀，再说了，纸条管什么用啊？谁知道他是不是骗人的？都能狠心扔孩子了，骗人应该也很简单吧？是啊，是啊，反正我就是没见过什么纸条，而且我也不想承认那是我妈。警察同志，虽然那位是我生母，但是我从小就被她送给爷爷收养，跟她从来没有联系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要把孩子放我家门口。你说她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所以才想用同样的招数让我养呀？警察一愣，显然才知道我和我妈是这样复杂的关系。叔叔阿姨们稳定输出，说的是哦，当年就是林爷爷在家门口捡到小昭的吧？哦哟，遭天谴哦！要不是林爷爷心肠好养大了小昭，他怕是要在外面冻死哦。现在孩子大了，又想来认亲了。他哪里只是想认亲，还想要儿子帮忙养孩子呢？要不是林爷爷去世了，肯定得把他打出去。坏心肝，就打量孩子善良，善良那也是林爷爷教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喽？哦，生了又不养，给别人养大了就后悔想认回来，哪有这种好事？我表面上露出一副被欺负也没办法的模样来。警察一听就明白我妈隐藏的目的是什么，这和刚刚我妈在审讯室里说的完全不同。我妈把我和她的关系说得天花乱坠，好似一对亲情深厚的母子，仿佛一气一世就是个误会，是我和她之间没做好沟通才导致的误会。呵呵，别想利用我逃脱责任。在众多人证面前，那张不存在的纸条已经不重要，他故意丢弃孩子在我家门口就是事实，但是又不是他的孩子，他为什么可以光明正大的把孩子带出来再丢弃呢？他们心里都在盘算，到底舅舅是一无所知还是联合串通呢？警察把舅舅也叫来了，舅舅姗姗来迟，我躲在角落里观察他，神色焦急，一副忧心的不行的样子，我心里就有了底。我的亲妈呀，看样子你的亲弟弟是想把所有事都推到你身上了。你们的姐弟情还挺塑料的，倒是毫不意外他们一脉相承的自私自利。我就静静地在一旁看着我妈和舅舅演戏，关注我，每天更新精彩故事。舅舅自称孩子是姐姐偷偷抱走的，他也是才知道他竟然抱到我那去了。姐姐也是看我可怜，我一个大男人哪懂得带孩子啊？孩子妈生下他就跑了，我还要上班照顾不来。我姐也是为我好，那他怎么就觉得我这个大男人可以带孩子呢？话倒是说得漂亮，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，他的借口是真烂，但是也没有别的证据证明他们是串通好的，也就只能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孩子父亲都没有要控诉的意思，那警察也不会强制留人。在好一番教育之后，两个人就装模作样的道歉表态度，带着孩子走了。而我至始至终都没有多看一眼。我知道现在报警也不会真能把他们怎么着，但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他们一定不会放弃吸我血的机会的。我拿着派出所给我的回执单，慢悠悠地回家，身边依旧跟着那一群热心叔叔阿姨。不出我所料，我妈就在我小区门口等我呢。她不敢在派出所明目张胆地找我麻烦，就在我家埋伏。舅舅早已不见身影，他却依旧抱着那个孩子。我妈还真是个兢兢业业的伏地魔，
都进一趟派出所了，还是要替舅舅把孩子交代到我头上。林昭，你个没良心的小兔崽子，竟然报警把亲妈和舅舅抓进去！邻居阿姨见势挡在我身前，什么亲妈，什么舅舅，人家小昭是林家的孩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是报警抓你怎么了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啊呸！就是看林爷爷走了，才敢上门来欺负孩子。小昭，你别怕，我们这些看着你长大的叔叔阿姨不会不管的。我妈抱着孩子在太阳底下，本就等了我许久，现在被包围起来，环绕式指责，更是受不住了。她一气之下发疯，谁要是再多说一句，她就要把孩子扔在地上。要是碰到我孩子有什么闪失，你们都得给我赔钱。在这光明正大玩起碰瓷来，果然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我看谁在骂我，谁？他双手高高举起孩子，惹得众人都离得远远的，只有我不怕他，停在原地看他，就像看一只表演的猴子。有本事就动手呗！我恨不得那小兔崽子现在就死，免得长大了祸害别人。我妈得意洋洋地把孩子收回怀里，无视孩子哭嚎的声嘶力竭的模样。这孩子你今天必须给我带回去养，他是你的亲表弟，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就应该互帮互助，而且他跟你身世一样，你应该感同身受吧？他这么可怜，你难道忍心让他回去被你舅妈搓磨吗？身世感同身受。我看着我妈说话坦然的不能再坦然的模样，突然就问问上一世的我自己，怎么会这么蠢，竟看不穿我妈的真面目，为了一点所谓的亲情就付出全部的自己。难道爷爷教养我长大算不上亲情吗？偏要奢求一个抛弃自己的生母给我亲情，就图那点血缘关系。我是一个私生子，是我妈瞒着在外打工的丈夫和上门来修水电的工人苟合生下的。丈夫常年在外，借着打工的名义沾花惹草，她却只能在家里独守空闺。当初就是图他家的彩礼还有房子，才答应嫁给他。两人虽没什么感情，可人憋得久了就憋不住了，而且他也会想，凭什么男人可以玩，他就不能？反正村子里和他类似的家庭多了去了，他们也都默契的夫妻各自不老实，那他玩玩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和我的生父就是露水情缘，我的生父自己也是有家庭的，两个人都是冲着不负责任玩玩去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？你们自甘堕落，爱怎么玩怎么玩，但为什么不做好保护措施？在发现怀孕后，我的生父就直接消失不见。本来就是靠着四处打零工为生的男人，连名字都是虚构的，真到了要负责的时候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拜托，他自己的家他都养不起，怎么可能会在乎一个私生子呢？偏生我妈还不肯打掉我，坚持要把我生下来，因为我的好舅舅欠下一笔赌债，不敢跟舅妈说，只能从姐姐身上榨取。我妈想出一个好主意，那就是把责任混到丈夫身上，利用怀孕丈夫拿钱。可她不是傻子，她是常年不在家，不明真相。可旁边住着的邻居不是瞎子，这段时间有陌生男人出入一个独居已婚女子的家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丈夫或许不在乎我妈怎么玩，但不允许混淆家里的血脉，这绿帽子他是坚决不戴。等到我妈发现这招没用的时候，她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，没办法，只好把我生下。当天在医院生下，我就出院，随便找了个地方把我扔掉，正好丢在林爷爷的小店门口。他把我捡回去养大了。我要不是幸运遇到了好人，
或许早就死在那一个血液里。而我的好母亲丢掉我这个累赘后，依旧能够和丈夫和和美美的生活在一起，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好像夫妻俩从没有过矛盾。以前是如何糊弄着过的，以后也将一直糊弄下去。好家伙，最后人家仍然是一家团圆，而我就好似从未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一般。要是真的能做到一辈子不再联系我，那我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可偏偏小时候不管，爷爷养大了，我就想来摘桃子了。当时正是在爷爷的葬礼上，我悲伤不已。从小爷爷教导我要与人为善，故而总是带着一副好人眼光看待别人。我妈和舅舅一脸真诚地为爷爷上香，还哭着和我道歉。当年是因为失误没办法，才把我交给爷爷养的，希望以后给他们机会弥补。我本就因为失去唯一的亲人，正处在脆弱的时机，就被他们的演技骗过去，不仅认亲，还会在我妈不断哭穷装可怜的时候接济她。可以说，我那同母异父的弟弟是靠着我的工资长大的，所以她那丈夫也从不在意她来找我。毕竟送上门来的好处，谁会推出去呢？就这么傻了吧唧、自以为是的找到了一个家，却没想到他和舅舅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免费提款机，有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，包括舅舅的私生子，我的好表弟。我妈用感同身受这个词，让我任劳任怨地抚养表弟10几年，供他吃，供他喝，供他上最好的学校。为此，我甚至没有为自己考虑过。大龄剩男，依旧不结婚。可最后我得到了什么？是所谓亲人的算计和背刺，是我死不瞑目之后，母亲和舅舅对表弟的包庇，是我被亲妈亲手分尸冲进下水道，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和舅舅把林爷爷的房子卖掉据为己有，是他们一家人依旧其乐融融。可怜我死过一回，才认清他们的真面目。所以什么感同身受，又不是我选择被他生下又抛弃，又不是我逼着舅舅把表弟生下，凭什么把责任外包给我？都给我滚一边去！我默不作声回忆的样子，在他看来，我好像是心软了。他在离开派出所时，还在思考那张纸条的事情。我们一群人都说没见过，他也就认为或许就是巧合被风吹走了。至于我，一旦我知晓孩子的身份，就一定不会报警的。人的认知不会一下子就改变，他们仍旧以为我是从前那个渴望得到爱的大冤种，不然就不会刚从派出所出来就理直气壮地带着孩子在这等我。可惜了，重来一次，我已经想通了。他扬起假面微笑，抱着孩子靠近我，试图让我因为孩子的可爱容颜而可怜他。可我现在一看到这个孩子，我就会想起上一世他拿刀捅向我的画面，充血的眼神，憎恨的语气，以及刺骨的冷血。我可怜他，那谁来可怜我？我一个未婚青年，辛辛苦苦挣钱养他，说是表哥，其实是再生父母。我不求他长大了知恩图报，只希望可以做一个正直的好人，就如同林爷爷教导我那般。他却因为我妈和舅舅的几句煽动之语，就能暗自嫉恨于我。他也不想想，要是他们真的爱他，还会交给我养吗？我想要一个听我话的孩子，我自己不能生吗？他算什么东西，这么看得起自己？现在仔细想想，我的努力真是白费。对牛弹琴花再多时间和金钱，都是做无用功。这一世我才不要把钱花在这家没良心的人身上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他不信我是个冷心肠，暗自掐了孩子一把，惹得他嚎啕大哭。哦哟，好可怜哦，哭得这么厉害，是不是想要表哥抱抱？阿昭来，你抱抱孩子吧。
他看起来很喜欢你的。我一个闪身躲到叔叔阿姨身后，我可不敢抱，这要是哄不好，待会儿再怪到我头上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我们不是一家人，不要表哥表弟的说得这么亲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再扔一次？我可没结婚，担不起这么大责任。叔叔阿姨维护着我，都觉得我说的在理。小昭是邻家的孩子，跟你可没关系。就是孩子长大了就想要认回来，做梦呢！他肯定是想把孩子扔给小昭，他亲爹都不管，还想指望一个被丢了大外甥来管，脑子有病！我跟你说呀，你再带着孩子靠近我们可就报警了。对，不怕你。叔叔阿姨战斗力极强，3两句话就说得他脸通红，一看就知道打的什么算盘。他越要靠近我，我越是要躲避。一大堆人堵在小区门口不成样子，保安大哥看不下去，过来调解，却发现除了我妈之外都是小区居民。叔叔阿姨们都护着我进小区，就把他一个人落在外面，气得他对着保安破口大骂：我是他妈，凭什么不让我进去？我就要进去，你不许拦着我！早上警察来查监控的事，整个小区都知道了，谁人不知他就是始作俑者。再把他放进来，万一又扔一次，或者把谁家孩子偷走，可怎么办？肯定死死盯着他，不许放他进来。隔着大门，他就地躺下，张口就来说我做儿子的不孝顺，害得他被外人打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还真是敢演。面对无赖，所有人都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。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以后怕是被他们给缠上了。但我压根不害怕，因为他的手机此时响了起来。他不耐烦地接起电话后，就急匆匆地带着孩子走了。走之前仍不放弃，要把孩子丢给我，甚至想把他放在地上自己走。我一眼看穿，大喊：你要是敢放，我就敢报第2次警。他的动作一僵，只好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又看着周围包围起来的邻居们，把孩子抱走了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安慰我以后可得见到他绕道走。虽然是亲妈，但是还是别认的好。我自然是不会认的，不仅不认，我还得要属于他们的责任都丢回去，让他们知道胡乱生孩子不负责任的代价是什么。我早在派出所的时候拍下舅舅的照片和出警回执单，按照上辈子的记忆一起发给我并不认识的舅妈。估计现在舅妈已经闹起来，这才使得我妈着急回去吧。这还得多谢上辈子我妈和舅舅没少在我面前吐槽诋毁舅妈。舅舅贪图人家有车有房才做的上门女婿，我妈却一个劲的嫌弃对方不肯给他们家彩礼，还真的让女儿随了他的姓。哪有这样的媳妇？进了我们家门还不懂得伺候老爷们，生的是个女儿就算了，还跟他姓，让他再生一个也不肯。切学人家搞什么独生子女，读书都读傻了。要不是家里有点小钱，我都不可能让你舅舅娶她。有钱也不给我们花花，娶她回家真是倒霉。她倒是有福气，你舅舅听话的咧，就这样还不肯给他生个儿子传宗接代，笑死！所以舅舅就可以在外面找小三给他生是吗？我没看出舅妈哪里有福气，遇上我妈和舅舅这一家子人才是真的倒8辈子血霉。本就是婚前说好的，婚后就想反悔，又是想要孩子跟他姓，又是要车子房子作为交换，不就一个名字吗？好像他家有皇位要继承一般。舅舅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，整天就是在外面抽烟喝酒打牌，喝上头就开始辱骂舅妈不懂事，不是个好妻子，不体贴，像个母老虎一样。从他手里拿钱难如登天，
他都已经屈尊降贵到他家倒贴，他还不懂规矩，好好伺候他，就应该要什么就给什么。他可是给了他家一个女儿呢。我妈作为一个标准的伏地魔，成日里但凡听见舅舅委屈一句，她就要打上门去一顿埋汰舅妈。我想说，果然是没有道德感的人会过得更轻松。前世我被他们一顿洗脑，只觉得舅妈是个脾气不好的人，既然过不到一起，为什么不离婚？但那终究是大人的事，我不想过多智慧，更觉得表弟和我一样可怜。现在仔细想想，舅妈简直是世间第一大善人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奇葩的男人都可以忍着一起过10几年，都不知道图他什么，图他长得一般，图他不照顾家庭，还是图他花天酒地败家子？就是太能忍了，才会被舅舅骗。在我看来，反正已经有了孩子，还不打算再生，那这个上门女婿已经无用武之地，离了婚，一身自由，钱自己挣自己花，想找什么样的男人没有？所以这一次我要让舅妈带着她的女儿远离火坑，和我一样，不做被他们吸血的老黄牛。舅舅一出派出所就责怪我妈办事不力，这么一点小事都搞不好，还弄到派出所来。要是搞得人尽皆知，舅妈知道了肯定要大闹一番。我妈为舅舅马首是瞻，说什么就做什么，从不怀疑。上辈子有的时候我都可怜她，与其替她着想，还不如多替自己着想。可现在一想到她抛弃我又压榨我，还包庇杀死我的元凶，我只会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一切都是人自己的选择，既然选了这条路，就要承受应付出的代价。舅舅心里还想着姐姐一定会搞定小儿子，等我把表弟养大，他再把表弟认回去，就和我妈一样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一个免费提款机。他乐呵呵地回家，却不知家里一场暴风雨正等着他。一进家门，就是岳父岳母和一群大汉围坐在客厅里。舅舅吓一跳，舅妈不温不火地说：“都是亲戚，没脑子的人是不会多想的。”他当真了，还习惯性责怪起舅妈来，整天搞什么聚会，钱都花在这些亲戚身上，还不如给我呢，浪费钱。怪不得我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是推三阻四的，合着他们跟你才是一家人呗。当着一大家子人的面就抖起来了，这可是人家的地盘。舅妈当场就甩他2个大嘴巴子。那不然呢？我跟你这个烂货是一家人吗？花我的钱在外面搞女人，连儿子都有了，还回来做什么？去跟你的好儿子一起过呀！他都来不及反应，一群大汉就把他围起来，左一拳右一脚的。没多会儿，他就鼻青脸肿，躺在地上不敢说话。多年来，舅妈为了孩子的隐忍，让他忘记了，人家本来就是个有脾气的姑娘。当年要不是太年轻，恋爱脑被他给骗了，才不会和他结婚。好在岳父母有脑子，要求他结婚可以，但是要做上门女婿。反正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料想他不敢作妖。是，确实是镇住一段时间，可他能软饭硬吃呀。还有我妈保底，上辈子还有个我傻乎乎的替他养孩子呢。现在事情被捅破，舅妈完全不想再忍，叫上家里所有的亲戚要收拾垃圾。舅舅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货，都不用多吓唬，一顿打就让他起不来，乖乖的签离婚协议，一个不愿意的念头都不许冒出来，敢有一丝不满都会被打死。舅妈知道他是个纠缠不清的性子，所以必须当断则断，签好之后就把他丢出门去，甚至在他回来之前就已经换好家里的门锁，绝不给他再回头接触孩子和他的机会。既然你这么能，那就去别人家当一家之主去吧，
找一个愿意挣钱给你花、伺候你的好姑娘去。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刚刚你还签了抚养协议，每个月给我女儿的钱1分都不能少，不然我就告你。不仅告你，我还要带着我的好亲戚去找你要，听见没有？垃圾！舅舅自然是被赶出家门，还是身无分文被丢出去的。找我妈求救，却发现孩子还跟着一块，2个人灰溜溜的回家。我妈的丈夫一看就不肯做伏地魔，明天这孩子和你弟都得给我走，不然你也给我滚出去，听见没有？我妈的丈夫轻飘飘地交代几句话，我妈都不敢多说什么了。我妈竟然带着孩子就去找舅妈，让她认下这个孩子。既然你都发现了，那就送你当儿子好了。你看你也不用再生，就能有个好儿子给你养老送终，还是你赚了呢。但是这孩子可得跟我们家姓。我妈还说来劲了，被舅妈一顿打出去。离婚协议都签好了，还好意思带着私生子让前妻养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舅舅明知舅妈不会同意，却也瞒着我妈已经离婚的事实，就想让我妈为他冲锋陷阵，万一还能挽回呢？要是不能挽回，也轮不到他挨打。我妈被舅妈骂出门后，还想不依不饶，那些帮忙的亲戚又来一次把她包围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要我妹妹认谁？什么玩意儿？是不是找死？左一句右一句的，包的里3层外3层，估计整个小区都来挺热闹了。他想逃还逃不掉，当即使出他惯用的绝招，就地耍赖碰瓷。舅妈一家也不是吃素的，看着他躺下叫嚷着要报警，他们还拿出手机给他。报警吧，既然你都说了我们打你了，我们也不能白被骂。来呀，都给我上，多踢几脚，免得警察来了说伤不够重，想讹我们钱是吧？你当我们怕你啊？就当是花钱消灾了，当即就要真动手。我妈吓都要吓死了，姐弟俩一个德行，认怂比谁都快，见真要动手，立马一个鲤鱼打挺跑了，追都追不上。舅妈这边行不通，弟弟又消失不见，也不敢回去触丈夫的眉头。当年生下我已经是丈夫忍受的极限，这些年做小伏低，又给他生了儿子，一家人才能糊弄地过在一起。要是把私生表弟带回家，丈夫肯定会无情地把他们一起扫地出门，就和舅舅一般。所以思来想去，当然只能来找我呀，毕竟我还是他们心中的冤大头一枚。我可是听话好骗，还有房子和遗产的好儿子。呵呵，想得美。他当天晚上蹲到在小区门口蹲到半夜，直到看到保安室里的保安们都睡眼惺忪的，他才偷偷地带着孩子进小区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孩子又放到门口。反正我没理由再报警，我已经知道这是我的私生表弟，只要我把孩子抱进自己家里，他们就可以用各种理由不接回去。他甚至都想好了，大不了先给我一笔钱养着，等我习惯了，他们再用别的借口从这把钱要回来。反正我一直都是有给我妈钱的。天马上就要亮了，他躲在楼道里生等着我出来，这次非要看我把人带回去不可。但从熟悉的家门里出来的是陌生男人，陌生男人立马打了报警电话，把暗中观察的我妈又吓一跳。他可不想再去一次派出所，急忙闪身出现，抱起孩子说这是自己的孩子。那男人警惕心十足，堵住去路不让他走，叫来邻居都看看，怀疑我妈是人贩子。一大清早的就吵吵闹闹，惹得许多邻居不爽，都顶着起床气出来要骂人。一看又是我妈，又是这个孩子，你果然是讹上小招了是吧？非要把孩子扔人家门口，还好小招机灵，
就知道你肯定不死心。他已经搬走了。陌生男人一听就明白了，因为我在卖房子给他时，就已经跟他说明我卖房的理由。呵，是你呀？那我更得报警了。你是故意丢在我家门口的是吧？还是惯犯？这还得了？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？万一就是人贩子呢？我家可有孩子，我可不能放过你。早在我意识到我妈不可能轻易放过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要把房子卖出去。找不到我看怎么赖在我身上。这几天我妈和舅舅都疲于应付他们自家离婚的事，我正好趁着时间差把房子卖出去。学区房不愁卖，我还时间紧要价低，很快就找好买家。最重要的是他能理解我，为我省去不少麻烦。我的买家果然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不管我妈怎么解释求情，他都坚持报警把他弄走，不给他个教训。万一他无脑缠上他家，可怎么是好？我妈带着孩子喜提派出所2进宫。最搞笑的是，同一批群众报同一个警官审讯同一件事情，我妈竟然还想要我给她保释。我接起电话还很诧异，我妈对我竟还没扭转认知，保释是绝对不可能的，我又不是她的亲人，我是林爷爷正经办过领养手续领养的孩子，跟他在同一个户口本上。他是谁？我压根不认识。他说他是我妈，如何证明？我的户口本上只有林爷爷一个人，他的亲人应该是我舅舅和他的好丈夫。毫无负担地拒绝后，我想着烂摊子得他们自己收拾了，和我不会再扯上任何关系，就算还打我的主意，也找不到我。我以为至此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交集，我已经改变前世命运。凭着前世的记忆，我迅速拿着卖房子的钱搞投资，我的目的就是挣到一笔快钱，远离这里，去一个没人认识我地方重新开始。才1个星期，我就挣到了目标金额，迅速抽身，不再投资。因为公司对我挺好的，我就辞职后还在带新人，就等着交接工作完成以后，就去开启新生活。没想到就在最后一天，还能被他们找上门来。林昭，你快出去看看吧，你妈带着你儿子来公司了，正跪在大厅里不肯走呢。什么我妈我儿子？我都没结婚，哪来的儿子？我顶着周围人八卦的目光，突然意识到这不会是我那亲妈想出的绝招吧？切，难道我会怕她？舆论是我最不怕的东西，连死都经历过一次了，还怕这个？大厅里围着一群看热闹的同事，有要好的同事想要扶他起来，他却一把把推开，一定要见到我再说。边说边嚎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怎么欺负了他呢。我一出现就看到他眼睛一亮，随即又忍着使劲掐自己和孩子一把，哭得我耳朵疼。阿昭啊，我们真的是老了，没能力了，哪里照顾得来这么小的孩子呢？他也是你的血脉至亲啊，你不能不管不顾的都丢给我们呐。现在你爸要跟我离婚，我无家可归了，妈妈求求你，哪怕只是帮帮忙也好，你也不想看到我们流落街头吧？一众人乍一听都吓一跳，血脉至亲好像就是在说我是他亲爹一样的。眼瞧着舆论起作用了，我都看到我妈得意的挑眉，呵，有意思，难道她觉得我没长嘴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请问您哪位呀？什么妈妈？什么爸爸？什么至亲？你离婚关我什么事啊？谁不知道我林昭是个孤儿，从小被我爷爷收养，我还没结婚呢。你带着个不知道从哪搞来的婴儿，就想当众碰瓷我？天哪，这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不能因为我举报你遗弃婴儿就怀恨在心，来公司报复我吧？啊，怎么你随便说说就要我负责任？
孩子是谁生的，你就找谁去好吧。你会卖惨，我也会啊。亲近的同事都知道我爷爷，甚至还去过爷爷的葬礼呢，当即就与我站在一边。对呀，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抛弃林昭的生母吧？怎么你又生了一个不想要的孩子，又想丢给别人？不想要你就别生啊！你以为你跪着就可以威胁我兄弟了？我妈见我三言两语全都解释清楚，本就不耐烦的性子现下被激得直接站起来，冲到我面前就想把孩子扔我怀里，真的是用扔这个动作对待一个小婴儿。我连忙后退，孩子就被丢在地上，孩子嚎啕大哭。这样小的年纪摔在地上，有个三长两短的，肯定又要栽在我身上。同事眼疾手快就要报警，却我妈竟想转身逃跑，拦住他。一群人齐刷刷地挡在他面前，让他无处可逃。刚刚他吸引来对付我的阻力，现在变成了阻挠自己的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可怜我的小表弟此刻躺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人敢靠近。我无所谓，我看着他身上并没有出血的迹象，想着大概是因为襁褓还算厚实，替他挡了挡。可惜了，我倒是希望这个白眼狼恶魔就此死去呢，免得长大了祸害人。但现在这样也好，他们甩不掉的孩子，最后只能祸自己了。这大概就是因果循环吧。警察和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好巧不巧，又是同一个警官出警呢。一看到我妈这张脸，都不用多问就清楚，肯定是又找事了。孩子被救护车拉走，估计就是骨折。我妈面对警察，崩溃地指着我说：“都是我害的，要不是他不肯把孩子接回去，我也不会把孩子掉地上啊，全都是他的错。谁叫他不肯听话？有钱不给我们，不管我们，我是他亲妈，他得管我一辈子。表弟也是弟弟啊，我不就是想要他把弟弟养大吗？又不过分。反正他有钱有房的，帮我们怎么了？当初要不是我扔了他，他能有今天吗？他一点都不懂感恩。这个女人已经是开始胡言乱语，想到什么说什么，估计也被孩子掉地上吓到了，更是被所有人严肃的神色吓到了。警察立即就要把他带走，他慌得口不择言，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头上。我凑近到他面前，冷漠地盯着他，盯得他毛骨悚然起一身鸡皮疙瘩之时。你怎么证明你是我亲妈？怎么，你想承认你遗弃孩子2次？哦，不对，加上今天怕是4次了吧？不仅遗弃，还故意伤害呢。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，是你把孩子扔下来的。你说这孩子以后要是落下残疾，长大了会不会怪你呢？你的好弟弟要是知道心心念念的来的好儿子差点被你摔死，还会不会管你呢？毕竟对我这个养他长大的表哥，前世的他也照杀不误。我不信人的性格会因为长大的环境不同就能有根本不同。等长大了，一定会狠狠报复他俩的。我都迫不及待想看到那天了。我妈当场被抓走，我只是被叫去例行询问了一番，本就和我无关，警官们也都同情我。这期间，我妈和舅舅还试图联系我，希望我因为亲情帮他们一把。我真是无语，难道只有这2个字可以用来道德绑架我了？可我这辈子最不在乎的就是亲情。私生表弟是骨折，可是因为我妈待在派出所还没出来，舅舅又迟迟不肯交手术费，生生给拖出后遗症，只怕以后走路都会有问题。这些也在舅舅打来的所谓求救电话里全部怪在我身上，不知道还以为我是什么背锅体质呢。我一点也不可怜，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的。我妈那个丈夫下定决心要踢她出门，
既然这么喜欢帮弟弟的忙，连弟弟的孩子都更重要，那就成全他们。正好姐弟加上表弟一家3口其乐融融多好。舅舅被舅妈离婚后依旧是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抗的废物，指望他出去挣钱养家是完全不可能的，更别想从他身上要到1分钱。不然在手术室外头怎么不见他格外珍惜自己唯一的独苗呢？连手术费都不想给，还厚脸皮打电话给我，骂我才是始作俑者。你弟弟下半辈子都是你给害的，你要负责一辈子。姐弟俩一样的神经病，我就不信没了后路。2个自私的人还能互相帮扶，一个因为弟弟离了婚，一个因为私生儿子离了婚，还被世人所唾弃的没工作能力的2个人。我妈还能做个伏地魔，事事都听舅舅的，再加上一个残疾儿子要养，估计不出2天就支撑不住，要各自推卸责任了，负个鬼责。要是真死了，我可能还会大发善心给他们烧点纸钱。现在还能活得好好的，已经是我手下留情了。即便重生，我依旧是没有报复的很彻底。比起要他们3个人以命偿命，还不如让他们生不如死的活着。只要看到他们过得不好，并且还会互相纠缠、互相埋怨的过一辈子，我就算对得起前世枉死的自己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彻底摆脱污糟的家人，摆脱前世一心为了别人而活却惨死的命运，为自己而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